解读 A 股，去说美股，畅谈港股。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2月3日，英格兰银行自2004年以来首次连续加息，并开始了量化紧缩进程。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以5-4的投票结果，将主要银行利率提高至 0.5%。因为央行努力遏制飙升的通胀，4名成员投票决定将利率提高50个基点至 0.75%。该央行于去年12月打响了加息的发令枪，将主要利率从 0.1% 的历史低位上调至 0.25%。受此影响，英镑、英国国债以及英国股市皆出现反应，其中英国股指全线杀跌。在供给侧诸多承压消息的影响下， WTI 原油期货收涨 2.28%， 突破90美元关口，也为极度焦灼的全球通胀形势再添一把柴火。虽然新冠疫情仍然是悬在原油需求头上的利空因素，但这一波奥密克戎病毒对全球主要原油消费国的影响正在逐渐式微。同时 OPEC 加增产乏力叠加恶劣气候影响石油生产，都构成支持原油价格上冲的因素。互联网平台公司 Meta Platforms 收跌 26.39%， 这也意味着这家公司在短短一天内市值蒸发接近2370亿美元。这一数据也打破2020年9月苹果公司单日蒸发1800亿美元市值的记录。引发公司狂跌的主要原因是周三盘后公布的财报，不仅利润数据逊于预期，一季度营收指引也令市场大跌眼镜。美国总统乔拜登提名的2位美联储理事人选，在参议院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可能经历一场遭遇战。共和党人质疑他们是否会恪守物价稳定使命，并承诺让美联储远离气候规则。在周四气氛紧张的听证会上， Sarah Bloom Rastin 被问到她过去发表的有关监管在缓解气候风险中的作用的言论。而作为首位获得美联储提名的黑人女性，经济学博士 Lisa Cook 被问到她的货币政策知识以及她将如何应对通胀。在两党势均力敌的参议院， Rastin 的提名可以以简单多数通过。如果所有共和党人都反对，所有民主党人都支持，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将投下打破平衡的一票。然而，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民主党人表示会投票反对，但他也没有得到党内的全部支持，包括温和派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曼钦。此外，如果所有共和党人都反对他，那在1周前中封的新墨西哥州民主党人 Ben Ray Lujan 重返华盛顿之前，民主党无法成功通过他的提名。当地时间周四盘后，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布2021年 Q4 季度财报。在强劲假日季销售、AWS 业务推升利润以及 Prime 会员涨价落地的带动下，有望率领科技股发起一轮反弹。截至当前，亚马逊盘后涨 13.99%。根据财报披露，亚马逊4季度净销售1374亿美元，同比增长 9%， 分析师预期1378.2亿美元。第4季度经营利润35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预估 24.3亿美元。净利润143亿美元，折合每股收益 27.75 美元，预估 3.77 美元。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亚马逊4季度利润暴增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入了投资 Rivian 的税前盈余118亿美元。电动车概念股在去年11月登陆美股市场。亚马逊在去年10月假日季开始前曾警告投资者，受到供应链紧张和劳动力短缺影响，公司可能需要大幅增加相关支出，包括物流费用、招聘奖金和加班费等。根据财报披露，亚马逊4季度的履约费用支出达到22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近40亿美元，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周四，百健公司预测其2022年利润将远低于华尔街预期，因其阿尔茨海默症治疗药物的销售停滞不前。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在1月提议，严格限制阿尔茨海默症治疗药物的医保覆盖范围。包括百健旗下的 Aduhelm CMS 提议，医保只适用于参加已获批准的临床试验的患者。该机构预计将在4月做出最终决定。
百健警告称，如果 CMS 最终决定的医保覆盖范围不超过此前提议的范围，公司可能会被迫削减更多成本。当前的计划是每年节省5亿美元。沃纳佐斯称，如果医保覆盖范围仍然维持在目前提议的范围中，我们将采取积极的措施。百健周四预测全年调整后的利润为每股14.25美元至16.00美元。远低于分析师估计的每股18.82美元。Aduhelm 在第4季度实现了100万美元的销售额，而此前的销售预估已经下调了280万美元。月后即焚，通信应用 Snapchat 母公司 Snap 今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1财年第4季度及全年财报。报告显示 ，Snap 第4季度营收为12.98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9.11亿美元相比，增长42%，净利润为2260万美元，相比之下，上年同期的净亏损为1.13亿美元，相当于同比增长120%。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调整后，净利润为3.59亿美元，相比之下，上年同期的调整后净利润为1.36亿美元。Snap 第4季度营收和调整后每股收益均好于华尔街分析师此前预期，并且对2022财年第1季度的营收展望也超出预期，从而推动其盘后股价大幅上涨逾58%。在微软收购动视暴雪消息公布后，微软 CEO Nadella 首次详细阐述收购的意义、元宇宙和游戏的关系、交易可能面临的监管审查、未来虚拟世界行业标准等。上月，微软宣布将以每股95美元的价格收购动视暴雪，全现金交易总价值687亿美元，这将成为微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收购，同时也将改写游戏行业的收购记录。此次收购完成后，微软将成为世界收入第3高的游戏公司。收编动视暴雪将大力丰富微软在元宇宙领域的布局。微软 CEO Satya Nadella 当时在评价这笔收购时直言不讳地表示，这笔交易将在微软元宇宙平台的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游戏是当今所有平台娱乐中最具活力和令人兴奋的类别，也将在元宇宙平台的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我们正在大力投资于世界级的内容、社区和云，以开创一个将玩家和创作者放在首位的游戏新时代，让游戏安全、包容和所有人都可以使用。Nadella 表示，游戏将推动科技巨头的计算转型，最初为视频游戏开发的技术，有一天将塑造微软的大部分软件，并成为下一个大型计算平台的核心。Nadella 力挺收购动视暴雪的意义，称其是微软迈向元宇宙也即下一代互联网的重要一步。随着人们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元宇宙上，这将成为未来线上互动的中心。继新冠疫苗成为全球顶级药企的印钞机后，去年底登场的新冠口服药自然成为资本市场下一个觊觎的风口，而默沙东最新的财报也给市场提供了最新的参考坐标。在默沙东当地时间周四公布的财报中，首度披露了莫纳皮拉韦的销售情况和营收指引，其中获批上市的4季度已经实现9.52亿美元的销售额。公司预期2022年光这一款药物就能实现50到60亿美元的营收。默沙东在公告文件中透露，受到监管批准的进程影响，目前到手的大多数营收集中在美国、英国和日本市场。在去年12月获得 FDA 批准后，默沙东已经向美国交付了140万个疗程的莫纳皮拉韦。默沙东首席执行官 Rob Davis 周四表示，预计在未来数天内，默沙东将向全球至少25个国家交超过400万个疗程的莫纳皮拉韦，其中有300万个疗程将用于履行与美国政府的采购合同。需要说明的是，莫纳皮拉韦是默沙东与生物科技公司里奇巴克共同开发的药物，两家公司也将平分该药物产生的利润。根据临床实验数据，这款药物相较于安慰剂，虽然只能降低新冠患者30%的住院和死亡率，但单看降低死亡率的风险能达到90%。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新冠口服药集中上市后的疫情数据将成为重要的风向标。以美国为例，虽然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处于下降轨道，但平均单日报告死于新冠的人数仍达到2400人。Davis 表示，
凭借莫纳皮拉韦能有效降低90%死亡风险，能够在降低死亡率方面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除了直接生产和销售药物外，默沙东已经与 MPP 签订协议，转授权药企向100多个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廉价仿制药。同时，在今年上半年还将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赠300万个疗程的药物。随着美股下跌，一项衡量美国企业信用风险的关键指标达到了2020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前 Meta Platforms Inc. 业绩令人失望，且欧洲央行立场明显鹰派。Market CDX 北美投资级指数周四在纽约交易时段扩大约3个基点至 62.9， 至近15个月来最高。高收益率债的信用风险指标走势也类似。众多美国科技公司的业绩报告表现不佳，令风险偏好各不相同的投资者均感不安。与此同时，全球范围的信贷投资者正开始消化即将到来的加息，高杠杆企业的偿债能力受到质疑。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福特汽车。福特汽车公司是最受欢迎的股票之一。最近对福特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在 EV 市场的成功和预测上。这一成功推动福特的 MV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65年以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MV 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是福特新款 Bronco EV、Mustang EV 和 Ford E50 Lightning EV 的成功。据福特汽车公司美洲和国际市场集团总裁 Kumar Gajra 说，我们的团队拥有近20万份预定，正在努力和创造性地打破生产限制，将更多 F150 卡车交付给我们的客户。福特为其最具标志性和最受欢迎的车型生产 EV 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我们将讨论这种新获得的成功是否可以继续。福特拥有39亿股流通股，需要达到每股25美元才能越过2022年1月13日至14日的1000亿美元市值关口。此后它已经回落，但仍徘徊在1000亿美元区域。从1年期价格图表中可以看出，它的价格比2021年1月21日 10.86 美元的价格翻了一番多。查看福特的价格历史，您可以看到过去20年左右，福特价格像过山车一样，也可以注意到它在1999年高达35美元。如果它回到那个水平，福特的 MV 将是1400亿美元。从历史上看，您可以看到福特的 MV 在5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之间变化很大，它的价格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如图所示，福特的市值排名第5。不难发现，特斯拉的 MV 大于9个竞争对手之和，分别为10387亿美元和9860亿美元。但另一方面，福特2021年的收入为1160亿美元，而特斯拉的收入为320亿美元，福特明显被低估了。尽管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表明市场对福特的 EV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事实仍然是，尽管利润已经恢复，但销量仍低于2020年疫情下滑前。未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电动汽车能否以与可比汽油车型相同的利润率销售？福特 F150 是美国销量第1的车型，也是该国最赚钱的汽车。问题变成了，随着电动汽车价格的上涨和销量的下降，福特的电动汽车车型能否像他们正在取代的汽油车型一样盈利？如果不是，那么利润率将从当前水平下降。开发和营销新车总是一个成本高昂的过程，对于电动汽车来说尤其如此。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即福特将在哪里获得开发和扩大电动汽车销售所需的所有新费用和资本支出的资金。在比较每家公司在 TTM 基础上的毛利率时，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个问题。在过去7个季度中，特斯拉的毛利率是福特的2倍多，福特能赶上吗？在电动汽车产量真正上升到一定程度前，我认为这将是困难的，可能需要几年时间。如果短时间内利润率缩水，福特的利润将减少，股价可能会从目前的水平下跌。过去几个月，福特的股价从9月的13美元迅速上涨至1月13日的25美元以上，涨幅超过 90%。作为投资者，首先你必须冷静思考，根据目前已知的事实，这种快速上涨是否合理？其次，想想福特的价格从现在开始还能继续上涨到什么程度？
首先是不利的因素，1月18日，福特宣布因芯片短缺而关闭另一家工厂。对于福特来说，这个问题比其他公司更严重，因为他们在没有备用芯片的情况下，芯片应急方案计划不周。特别是对于 S150 EV 的需求上升时，这意味着他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扩大市场份额，只能将机会拱手让给竞争对手们。而一个积极的方面是福特拥有 Rivian 12%的所有权份额。该公司是一家开发皮卡车的电动汽车公司 ，Rivian 市值为650亿美元。这意味着福特对 Rivian 的投资价值约为每股 1.75 美元。由于过去4个月福特价格的快速上涨，加上芯片短缺和微薄的利润，我认为福特的合理评级充其量只是持有。虽然投资其他汽车品牌收益不错，有助于扩大福特底蕴，但很难想象有什么短期因素会推动价格继续上涨。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投资的长期方向。都说长期主义很重要，可是要成为一名能够获得成功的长期主义者，只靠长期就够了吗？显然不是。如果仅依靠长期是不行的，那还有什么是必须具备的？小时候看《西游记》，觉得里面最厉害的人物是孙悟空，可是当阅读了真实的历史后，我却发现，在西天取经这件事上，真正厉害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唐僧的原型道玄奘法师。玄奘法师是一个绝对的长期主义者，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只是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将真经迎回中土，通过翻译让更多人从中获益。从他的真实故事以及我的亲身实践中，我认为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长期主义者，必须要具备5个关键要素：方向、信念、战略、时间、价值。巴菲特曾说，想要滚个大雪球，就要有一个很长的雪道。可是，很长的雪道也有不少，北极有，南极有，阿拉斯加也有。那么你究竟想在哪条雪道上滚出这个大雪球呢？这个答案回答的正是方向问题。巴菲特长期主义的方向是投资，玄奘法师长期主义的方向是取经和译经。这就是他们为自己长期主义所选择的那条长长的雪道。解读 A 股，去说美股，畅谈港股，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